每个人只需要捕捉到一次金融危机，甚至说只是股灾，你下辈子都不需要再工作了。因为当别人都在破产变卖资产的时候呢，他们上辈子囤积回来的财富都会转移到你的手上。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为什么股神巴菲特可以成为股神呢？其实这个人他以前也是普通人，只是说他做了人做不到的事，所以才变成了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这90多岁的老头已经经历过9次的股灾，但每一次的股灾呢，他都能够全身而退。就是每一次在股灾即将到来之前呢，他就开始卖掉手上的股票，持有天量的现金，然后等到跌到谷底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抄底了。也就是说，只要每一次他卖股票持有现金，几乎就等于股灾即将来临。而最近这巴菲特就是在疯狂的卖股票套现，甚至说把长期持有的苹果公司也卖掉了 13%。 前段时间呢，当我把所有暴赚的美股、比特币、黄金都卖掉套现的时候，无数的酸民都说我卖早了。而今天巴菲特终于出面为我撑腰了。那么这个是开玩笑啊，只是说巴菲特目前已经持有了历史上最多，也就是1800亿美元的现金。这到底代表了什么呢？那么大部分的人今年去看他的股东大会都是在流泪的，因为感觉他都在交代身后事，还有纪念他的搭档查理芒格。而唯独那些世界富豪，什么苹果的 Tim Cook、微软的比尔盖茨，其实都是在台下默默的记笔记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商人和投资人的眼里，我们看到的就是巴菲特对世界的逃生警告，甚至毫不夸张的讲，我们看到的就是未来20年这个世界赚钱的趋势和方法。为什么过去巴菲特买什么就会暴涨呢？比如说05年他抄底中国的石油，然后就赶上了大型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的趋势。09年抄底比亚迪，然后就赶上了外资流向中国的趋势。13年的时候抄底美国的银行业，然后就赶上了美国新一轮对金融管制的放松。17年抄底苹果公司，然后就赶上了美国对科技公司的减税政策。最近21年抄底了日本的5大财阀，然后就赶上了日元暴跌的贬值。其实很多的新闻呢都已经曝光了，这个看起来跟圣诞老人一样慈眉善目的老头，原来都是在做内幕交易。但是这些不管是内幕消息也好，还是说他就是这么有眼光也好，其实都是不重要的，因为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人现在拿了这么多的现金到底在布局什么，然后我们跟着操作去赚钱就好了。那么今天我不会讲那些吹捧和奉承巴菲特的废话，你要看就是其他地方意淫嘛。而如果你不想要掉入这个世界最大的陷阱，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经济复苏的暴富趋势，你可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那么你也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的话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首先，无论你是投机还是投资股票，基本上你都可以无脑的跟着巴菲特来操作赚钱。为什么？因为股神他不是看到了趋势，而是参与了趋势，甚至说他就是一个做局的人。什么意思呢？比如说20年疫情的时候呢，石油的价格是负的，简单来说就是当时的飞机都不能起飞了，然后也不知道这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大家都很绝望，所以呢石油就放在那边没人去用，也卖不出去。而存放石油呢也是需要场地的，需要成本的，所以当时的石油是随便你拿走，只要你愿意把这个石油扛回家，那么卖石油的人呢不但不会收你的钱，甚至还倒贴付你钱。这个呢你就可以理解为石油的价格是负的原因。也就是说疫情的时候石油的价格已经见底，但是过了2年呢，石油涨了接近4倍的时候，巴菲特却在一直加码，大量的买入石油。这件事情呢很少人会说的，因为媒体呢都好像闭嘴了一样。但问题来了，巴菲特不是价值投资者吗？不是说在价格便宜的时候才会低价买入吗？然后一直持有吗？为什么当石油涨了4倍还去购买呢？这不就是违背了他投资的策略吗？然后当他买入了石油不久，很快你就会发现俄乌战争爆发了，石油的价格呢直接疯狂飙升了。那么当我们不以为然，觉得这只是一件单一事件的时候呢，巴菲特到现在还在一直加码买入石油。那么我个人作为趋势投资者呢，是可以理解这个做法了，跟着价格上涨的趋势去买入嘛，大趋势的顺风车嘛。但是巴菲特可是价值投资者啊，
所以我当时就不懂了，直到后面以巴冲突就爆发了，再来就是伊朗跟以色列都让这石油的价格暴涨了。那么如果说这些都只是巧合，是巴菲特的眼光，那 OK， 当年巴菲特跟他的搭档查理芒格只有2次是拍桌子吵架的，其中一次呢就是查理芒格坚持要买中国比亚迪的股票，也因为这一笔交易他们赚了38倍。但是22年的时候呢，巴菲特突然就减持了比亚迪的股票，然后也没有过了多久的时间，欧洲就发动了对中国电车的打压。还有同一年巴菲特在第3季刚加完40亿美元的筹码进去这个台积电，然后在第4季就清仓了。是清仓，不是减持啊。清仓的意思呢，就是卖掉所有的股票。结果没多久呢，美国就要求台积电把设备都搬到美国。这些是不是跟他自己的投资理念有一点不一样啊？而最让我佩服的就是他投资日本。以前日本呢还是维持着负利率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你把钱存进银行，银行本来呢是要付你利息的，但是如果你存到日本的银行的话，你就要反过来把利息给到日本的银行。也因为这样呢，在日本借钱的利息呢也是很低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也就是19年，巴菲特就用自己和公司的名义在日本发行了8次的债券，就是不断的向日本人借钱，直接就借了几千亿的日元。为什么日本人愿意借钱给他呢？刚才说了，存银行不但没有什么利息，甚至还要倒贴的。那倒不如买巴菲特的债券，把钱借给他，至少还能收点钱嘛。不然的话，日本政府不断的大力印钱，这钱只会越来越不值钱。所以巴菲特明明有几千亿美金的现金，但他也不用，直接就用很低的利息向日本人借钱。那么借钱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20年日本股市因为疫情跌到谷底的时候，直接收购了他们的5大商社，也就是垄断日本的龙头财阀。明面上呢是给他们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实际上呢就是完成了一次抄底。很多人都不理解这日本还有什么投资价值吗？经济明明都已经失落了30年了，年轻人工作、消费、投资都好像没有什么欲望，大部分的人呢好像都选择了躺平，那为什么还要投资这里呢？结果后面美国升息了，日本依然维持着负利率，无数的外国投资人呢也跟着巴菲特一样在日本借钱，然后去投资日本的股市。也因为这样，前段时间日本的股市就暴涨了，而里面大部分的呢都是海外的投资人。也就是说，日本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没有在自己国家牛市里面赚到什么钱的，反而就被那些欧美资本透过借走你日本的钱，然后推高股市，最后套现离场了。而巴菲特就在这些投资上面赚到了80亿美元。而最狠的是，当美国升息了之后，大家都把日元兑换成美元，然后存到美国收利息嘛，就等同于在抛售日元，所以日元呢就疯狂的贬值。那么巴菲特当初不是借了几千亿日元吗？现在股市里面的钱也赚了，但是他需要还的债呢，只需要之前的一半。就是巴菲特借钱是这样的，他是借日元还美元的。比如说借了1000亿日元，以前呢是要还12亿美元连带利息的，现在不用了，只需要还6个亿美元左右。简单来说，他以前借了12亿以上的美元，股市呢赚了80亿美元，但现在只需要还6个亿美元，这比当年索罗斯做空全世界的货币更加厉害啊！因为每个国家的人呢都有可能会讨厌索罗斯，弄得他们民不聊生、家破人亡的。但是这巴菲特，他不但给你日本提供了比银行存款更多利息的理财机会，还亲自的带头帮助你日本推高股市。只是说不巧，这美国升息了，让日元贬值而已。这就相当于借了日本人的钱，买下了日本人的公司，成为了日本人的老板，然后日本人战战兢兢的为他们赚钱，所赚到的钱呢，他还只需要还一半。这才是我们投资人和商人最佩服的。所以日本现在呢是骑虎难下，如果他现在升息了，就好像前段时间升了那么一点点，日本的股市就已经暴跌了。如果之后大力的升息的话，日本的资产就有可能直接崩盘。这30年来，日本经济本来就已经慢慢恢复了，但一旦升息的话，就有可能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了。而如果不升息呢，日元就有可能继续的下跌，日本的资产呢就会变相于打折贱卖。就好像我自己也计划去日本的话，
因为那边瞬间就已经成为了购物天堂了，什么奢侈品啊、珠宝啊、吃喝玩乐的都变得非常的便宜。同时，日本的资产呢就会继续的吹出更大的泡沫，继续的被国际资本炒上去。但这钱呢却是被他们赚走的。一旦这个泡沫被刺破，无法挽回的时候呢，他们只需要在高位套现，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呢，拍拍屁股，留下一个烂摊子就跑了。就好像08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穆迪的公司，当年的巴菲特就是他的最大股东。然后大家还记得吗？为什么08年金融危机会爆发？就是无数人买了毫无价值的次贷证券，形成了一个泡沫。而这个泡沫呢，是如何被吹出来的呢？其中就是穆迪的这家公司给予了这些次贷证券非常高的评级，导致了无数人跟风去买，结果泡沫被刺破了，金融危机呢就爆发了，无数人就破产了。而这个时候呢，巴菲特就从天而降，给了多家蓝筹公司伸出了援手，为他们提供这救命的钱，帮助他们度过了金融危机。而真相是，他抄底了高盛集团和通用电气，然后在金融危机里面赚了超过100亿美元。所以很多人都会去学巴菲特，但依然赚不到什么钱。为什么？比如说现在你有1万美元去投资，每年赚了10%，5年之后呢，你的1万就会变成16000，也就是5年才赚了6000。而且这笔钱呢还不能动，要不断的利滚利，30年呢你就会拥有17.4万美元。那么请问，30年前的1万美元好用一点呢，还是现在17万美元好用一点呢？而最重要的是，你要每年都要维持着10%的收益啊。然后巴菲特他自己呢，就是透过卖保险去杠杆他的本金。你们每年交给他的保费，如果你平安无事的话，这些钱呢就会进入到他的口袋。就算你10年之后才会出事，你这10年交的钱呢，他都可以用来投资。所以用保险公司来融资呢，钱来得快，又是天量级别的，而且使用这些钱的成本呢是非常低的。就好像你把钱存在银行，银行就会把你的钱拿出来放贷或者做投资一样。今天你融了100亿美元，哪怕每年只是赚个5%，都有5个亿。更何况他是股神啊，是巴菲特啊，光资金的规模、钱的使用成本、时间成本都跟我们普通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时间是他的朋友，但并不是我们的朋友。我20岁的时候开保时捷，你80岁的时候开法拉利，是一样的吗？所以虽然说无论你是什么职业，你都可以透过投资来赚钱，但是决定你赚钱还是亏钱的，并不是靠什么新闻啊和内幕消息的，更不是什么基本面和财报之类的，而是说你知不知道如何在价格上涨和暴涨的趋势里面最低风险的经常买入，如何在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我们玩的是一个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我们玩的是一个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今天抛个硬币，我不但会知道有6%到70%的概率会抛出正面，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我赚就是赚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钱的话也只是亏个1块。但是很多人说我以前的课程太贵了，你走不进来我的课程。来，我们结个缘，接下来我送你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价值$1000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那么我讲那么多，并不是要去诋毁或者是抹黑巴菲特，我本人是很崇拜他的，因为我有很多的认知呢，都是从他的身上学过来的。只是说我想表达的是，我们不需要看巴菲特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比如说，只要你每一次看到这个巴菲特出现在镜头面前的话，他就会拿着一瓶可乐，然后说自己每天要喝个4-5瓶可乐。喝可乐呢，其实跟喝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个可乐对身体是无害的，因为就他那样的喝法呢，也能活到90多岁。那么如果你真的信的话，跟着他这么喝的话，不是3个月你就会变胖子，不是3年呢你就会有糖尿病。但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你会发现原来他买了天量级别的可口可乐的股票，也就是说有些话呢是吸引散户入局接盘的。所谓的股神呢，并不是可以完全命中和预判趋势的，而是说他本身就是创造趋势的人，他更像是一个造局者，也就是美国背后的资本家的代言人。08年金融危机赚的最多的，能够全身而退的，搞最多内幕交易的，往往就是这些背后的资本家。而其实每一年呢，巴菲特的股东大会都会透露很多的内幕消息，也因为这样，
世界级别的富豪呢都会在台下抄笔记。这里注意听了，未来20年你视频致富，就在于你能不能听懂他讲的话。首先最重要，但外面没有人讲过，就是巴菲特对 AI 的看法。前段时间什么英伟达、Meta 之类关于 AI 的股票不是都在暴涨吗？那么巴菲特之前股价暴涨的时候都是不讲话的，而现在股价开始调整了，他就出来说自己不懂 AI。但 AI 呢，可能就好像核武一样，发明出来之后就不能把它取消掉。也就是说，巴菲特他自己就算英伟达这些股票暴涨，他都没有去投。你等一下可以去感受一下他的原话，很明显是非常不看好的，反而有点像在唱空 AI。那么我听到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突然毛骨悚然了，因为这就有点像当年00年的时候，互联网的泡沫被刺破的感觉了。注意听了，大家记不记得当年互联网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只要你在美国开一家公司，说自己是做互联网的业务的，都会有人把钱投资给你。也因为这样，无数骗钱的公司呢就出现了。那段时间呢，美国的科技股都在疯狂的暴涨，然后美国呢就主动的刺破这个泡沫，收割财富。你可以思考一下，现在人工智能是不是真的会改变未来呢？给我们想象的空间大不大呢？很大嘛。我们都在幻想自己生活在虚拟的元宇宙里面，然后机器人帮我们工作，帮我们赚钱。但我想问的是，现在 AI 具体帮助了我们什么呢？你说哪怕这个 ChatGPT 可以帮我们写程序，那么你用它来写程序了吗？人工智能现在到底是让多少人失业了？真的很快就要取代人类了吗？你会不会很担心明天就会被 AI 取代？明显还没有嘛。但是现在只要跟人工智能有关的公司呢，它的股价都可以被炒作到上天的，这个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了。其实股市就好像提款机一样，美国资本家收割就几个步骤。第一呢，就是低价买入。00年的时候呢，美国的资本首先就抄底了互联网的公司。然后第二步，推行 QE， 简单来说就是不断的印钱和借钱，导致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钱。很快呢，各大的媒体呢都会去在吹捧这互联网的概念，这些印出来的钱呢就会疯狂的买入互联网公司的股票。第三步，升息呢就吸引了全世界的钱流进美国，比如说当年升息呢就导致了日本人都卖房卖股票，把钱转投在美国暴涨的股市，所以日本的房价和股市呢都崩盘了。但是日本无数的钱都投进去美国的科技股了。第四步，抽走股市里面的钱，然后升息去刺破股市的泡沫，做空股市的同时呢，用升值的美元去购买日本贬值的资产。那现在是不是跟当年很相似呢？20年的时候不断的印钱，把美股推升，然后开始就吹捧 AI 的概念，然后呢就开始升息，欧洲和亚洲的货币都在贬值，然后最近 AI 相关的股票都在出现大幅度的回调。你可以看到，你前几个月闭着眼去买英伟达呢，都是赚钱的，因为这个股票就是在牛市涨了几倍嘛。但是你去看最近，赚钱就不再那么容易了。有些人买在高位，就会出现20%以上的亏损，就是100万进去，80万出来，而且跌的时候呢，成交量也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代表了大户出货的痕迹。在牛市出现这种信号呢，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自己也有买英伟达，前段时间我也说过了，我早就已经把它全部给卖了，其他的你都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那么你可能会觉得这样讲有点片面啊，那么我们看巴菲特他还讲了什么，做了什么？你会发现巴菲特他唯一持有跟 AI 有关的股票呢，就是苹果公司，因为苹果公司就弄了一个 Vision Pro 的产品，而他最近卖了苹果公司13%的股票，他的原因说是为了想要节省税务。因为明年选举结束之后可能会加税嘛，那么请问你希望大部分的人去投你的票，你会加税还是减税呢？减税嘛，而且巴菲特他交的税一直以来都比他的秘书还要少的，所以我们不要听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你可以看到苹果公司在去年8月就已经结束了一直上涨的牛市了，因为它突然疯狂的暴跌和跳空。那个时候最恶心的是，我居然听到市场上有些教你买股票的人还在吹捧苹果公司，让你去抄底。因为什么？苹果新的 Vision Pro 很厉害，它很有前景啊。现在苹果公司发展 AI， 甚至可能会成为行业领先啊。最恶心的是，他说他本人很喜欢苹果的总裁Tim Cook，
那么如果你不懂判断股票的趋势，你听他前几个月讲的这番话，然后去买入了苹果的股票，那么恭喜你，你后面最大的亏损就是16%，100万没了16万。你可能还会觉得没关系的，因为我还有84万嘛，亏损16%不算很多。但是你思考过吗？84万要赚回100万，你却要赚到接近20%的回报。而且这可能只是开始哦。既然苹果公司和大盘已经出现了大户散货的信号，就有可能会跌了50%。你100万亏了50万，剩下50万。可是当你想要用这50万赚回100万的时候呢，你却要有100%的回报，你才能做得到，也就是要翻倍。也就是说，当你亏损越多，你想要追回你的本金就越难了。这就是为什么说风险管理的重要性，除非你一辈子都不做任何投资，否则你必须要学会如何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就算犯错了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根基。这些股票投资班就会告诉你具体操作方法。所以巴菲特是不是想要唱空 AI 刺破这泡沫呢？反正我就不去赌，也不需要去赌，跟着跑就行了。如果只是说我们想多了，那后面有低风险的买入机会，还是可以把它买回来嘛。但是目前这一刻我钱也赚了，为什么还要冒这么巨大的风险呢？所以我们再看嘛，巴菲特他现在持有了巨量的现金，表示合适的时候就会挥杆，大力的买入股票，又表示对中国的股票没有什么兴趣，他还是会把投资的重心放在美国。但同时也是说，目前没有找到什么投资的机会，1800亿呢，就算能赚到1000万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他重心放在美国的股市，但现在不投资美股，手持现金。那他到底是看好还是不看好美股呢？我自己的理解他是在等待一次机会。美国的资本呢，正在拉爆全世界的货币和资产。详细的你看我前几期的影片吗？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的欧洲和亚洲的货币资产呢，都在不断的贬值。但美国最终的目标呢，其实是想要拉爆中国，只是说目前这一刻都还没有完全的拉爆，而美国自己却又已经负债累累了，这样下去有可能就拉不爆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无数的外国资金呢，都已经流进去中国内地和香港，尤其是香港的股市。我自己呢也布局了一只股票，上一部影片有详细的说，也就是说，巴菲特持有现金有2种可能。第一呢，就是像刚才说的，等美股的泡沫刺破了，在底部捡便宜。第二呢，就是去布局其他国家和地方已经贬值的资产。其中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因为现在很多美国资本都布局的就是香港这市场，因为很多股票明明很好，明明被贸易战打压，但依然能够赚到很多钱，而他们的股价呢，现在还依然的非常低。里面呢有很多的原因，真的去看上一部影片。因为很简单，巴菲特他这种巨鳄呢，他们买股票不是点击一下就可以买进的，因为他的资金量是很庞大的，一下子去买进就会迅速的推高股价，这样呢他就买不到便宜货了。所以一般他们抄底买股票呢，是需要几个月到半年去洗盘的。那么如果他今天还没有抄底完成，然后就说自己很看好一个地方的股票，那么这个地方的股票是不是就会暴涨呢？你可以回忆一下，当年他也说自己不看好苹果的股票，结果现在他自己买最多的股票就是苹果。那这些呢，我就不去猜了，也不需要去猜，看他做了什么就好了，就是在卖股票，持有现金，跟我自己的策略是一样的就好了。还有其他我觉得没那么重要的就是他不会对零排放的电动车进行太多的关注。那么这个我相信也是真的，因为 Tesla 的自动驾驶呢，如果发展到真的可以减少车祸的话，那么巴菲特就没饭吃了。因为刚才说了，他最大的业务呢就是卖保险，你开车都没有什么意外，甚至说你买个电动车的时候，直接跟马斯克他们买个车险的话，那对于巴菲特的保险公司业务来说就是毁灭性的。所以他唱不唱空呢，我也不需要去关注，反正 Tesla 的股价呢已经进入了长期下跌的趋势。如果这些趋势你都不懂得怎么去看，如果你不懂得在熊市来临之前逃生，你就会把你省吃俭用、起早贪黑去上班的辛苦钱全都亏掉。而更惨的是，有的人还不做任何投资，到头来换来什么结果呢？可口可乐的 CEO 很厉害对吧？他的年薪呢是5000万美金，然后交了税就没了一半。那你知道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
不劳而获的年赚了5个多亿美金，这个是被动的收入，他不需要去管理公司，也不需要想营销策略，不需要思考产品的定位，他只需要在一个最佳时机买入，并且做好风险管理，就直接财富自由了。所以你是想要辛辛苦苦的成为下一个可口可乐的 CEO 呢，还是轻轻松松的透过股票让钱去帮你打工赚钱呢？如果你是选择后者，如果你想要摆脱上班的无限轮回，如果你希望成为我的弟子，学习我们被市场见证的股票自动赚钱系统，就马上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学习我的股票投资班吧。好了，简单来说，最近的美股，尤其是 AI 相关的，大家一定要去小心了。牛市的后期呢，可能会有反弹的，但赚钱呢，就并不会像之前一样简单了。而我自己呢，就选择了离场，去观察，甚至试水温布局港股。当然，在这一刻，全世界货币都贬值，美元升值的情况，我自己前几个月的影片也说了，对于我来说，持有美元其实是最安全，还有最理性的做法。因为资产暴跌和股灾来临的时候呢，我才有足够多的子弹去布局，去接盘很多人辛苦一辈子存下来的财富和资产。而虽然说我跟巴菲特的看法不一样，但不约而同的是，今天我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有影片为证，你都可以去翻看之前的影片，不可以造假的。而下一集的影片呢，将会是重中之重，因为有更多的布局和真相将会毫无保留的告诉你。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而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希望各位可以为我撑腰，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